连泡咖啡都这么麻烦。为了确保萃取品质稳定，称重方面超级精准，还得把咖啡豆磨得均匀，越是这样品质越稳定。接着要先用热水冲除滤纸的味道，顺便把壶预热一下，然后倒入磨好的咖啡粉。诀窍是铺平，把1/5的热水均匀淋在咖啡上。第一次淋水只能算是预热，之后摇晃咖啡壶使其混合，再继续倒入1/5的热水。要注意这一泡要淋得快，等热水和咖啡充分接触之后，可以把剩下3/5的热水倒进去，当然还是要摇晃，最后等一小会就完成了。他最喜欢这样的冲泡比例，就像他精细入微的生活方式，一种难以描述的舒适感。他闲着的时候就爱坐着，顺便瞄瞄小猫在干嘛，但只要有点响声，这种乐趣就瞬间无影无踪，他的强迫症就会发作。补窗纸真是个技术活，反正都破了，顺便享受一下破坏的快感也挺好。修理第一步是要把窗纸弄湿，只需等5分钟就能轻松撕掉，撕的时候要又快又稳。接着涂胶水，每个角落都要涂到，速度也要快，否则胶水会很快干掉。然后贴上贴纸，他贴手机膜从没失手过，自信满满，但偶尔也会出点意外，毕竟人生有遗憾才算完整，这很正常。就像每个杯子都会被猫舔过，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。然后是这个会议响的门，一定要调得非常顺畅，1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100次，直到完全没声音。当夜晚的灯光亮起，欣赏今天的成果，男人感到特别自豪，今天真是很充实。另外，洗衣服其实也是个技术活，在把衣服丢进洗衣机前，要先分辨每件衣服上的污渍成分。如果是动物脂肪，就要用酵素和过碳酸钠先泡一下。要是袖口上有像皮脂这种物理性的污垢，可以轻轻敲打，直到逼出污渍，然后再洗。对于这种沾上颜料的，可以先用酒精泡泡，据说能溶解颜料中的树脂。洗衣机清洗完后，就到了非常重要的晾晒步骤。男人在这方面也有一套，有领子的衣服稍微折一下再拍打，然后拉至衣袖和衣领，这样晒干的衣服就不容易皱，同时也增加了与空气的接触面积，干得挺快。这种酒精也溶解不了的没事儿，可以自我安慰。当衣服的原本设计，毛巾晾之前甩一甩，能让它更蓬松，让绒毛立起来也是办法。连帽衣服可以这么晾，避免布料重叠。裤子则要把内侧反过来，这样口袋也能透气，会更容易干透。顺序的排列也很重要，厚衣服和薄衣服要交替着放，长的在外，短的在中。这种排列方式能促进空气流通，衣服会干得更快。看着他的作品，男人喜上眉梢。虽然有严重强迫症，男人确实喜欢整洁，看到昨天弄脏的棒球就受不了了。清洗时先用冷水冲一下，然后在加了洗涤剂的热水中不断刷洗，变白的样子让人心情愉悦，很快就像新的。但他还想其他东西也变得干净。2勺小苏打，加点清水，搅匀后放微波炉加热90秒。先把加热后的小苏打涂在锅底烧焦的地方，用保鲜膜包住，这样水分不会流失。等上30分钟，让小苏打发挥作用。趁这会儿可以稍微歇歇，虽然没在干活，这也是生活中的小乐趣。接着撕开保鲜膜，有了小苏打的帮助，去掉污垢变得很省力。看着光亮的锅底，心里突然涌现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感，这种感觉会让人变得更勤快。接下来要清洗的是黄铜摆件，先倒入一些柠檬酸，然后加上小苏打。家里的清洁离不开它，放在垃圾桶或冰箱里还能去除异味，甚至能赶走蟑螂和蚂蚁。很快，锃亮的金龙又显得高傲自信。最后还需要擦浴室的镜子，把柠檬酸和太白粉混合一下，加水融化变成柠檬酸凝胶，然后均匀地涂在镜子上，每个角落都别漏了。这段时间你得用厨房纸和保鲜膜包住1小时，撕开后就能开始搓洗了。用水一冲就特别干净了，当然也会有一点顽固的水垢，这时就要用电动磨砂机来处理，直到把这些坏人全部消灭。相较于前面那些，最麻烦的就是处理垃圾。首先要准备不同的纸箱，用来分类每种东西，像贝壳是可燃垃圾，铁丝衣架是不可燃的，纸盒和托盘则是可回收类，柠檬等水果要挤干水分再算可燃垃圾。报纸看起来是可燃的，但实际还是得归到可回收那类。
而沾了奶油的蛋糕盒因为无法清理干净，只能算作可燃垃圾。更麻烦的是瓶子，有的纸标签还得撕下来分开处理，盖子和瓶身也要分别归类为塑料制品和可回收资源，而这些尖锐的签子需要用胶带包好，防止伤到环卫工人。最难分类的是笔这种东西，因为笔尖盒里面的弹簧属于不可燃垃圾。虽然有个9层规则，意思是如果物品的9层都是可燃材料就能算可燃垃圾，但也没办法，谁让男人有强迫症，所以还得把所有东西拆开，然后逐一分类。这番整理下来真的是既耗时又费力，不过大功告成时却又感觉特别满足。执着的人啊，既痛苦又幸福。一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该如何度过一生？他刚毕业被分到出版社销售部，但因为内向不善社交，连续几个月业绩垫底，被部长训已经是小光的日常了。最开心的是，对小光来说不过是下班后回到租住的小屋看书，房东是一位独居的老太太，不仅把多出的房间借给他放书，还在每次收租后塞给他几张钱当零花。小光非常爱看书，房间几乎被书塞满，吃饭时手里还拿着书看。他还养了一只橘猫，读累了就逗猫玩。小光觉得自己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。然而某人的出现彻底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小光刚到出版社就有人叫他出去，一个年长的大叔让他解释一下柚字的意思。小光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说人面对西方站时，朝北的方向就是右。听到这个答案的荒木眼睛忽然一亮。这天之后，小光就被调到玄武书房的词典编辑部，一个小小的团队，包括小光在内才5个人。虽然部门规模不大，但志向不小。荒木把小光招进来，目的就是为了编写一本名为《大渡海》的词典。新词会随着时代不断出现，有些词的意思也会变化，给当代的人们编一本与时俱进的词典，这就是大渡海的意义。听完主编松本的话后，小光的眼睛越来越亮，觉得除了看书撸猫之外，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。下班后，小光去了书店，买齐了所有词典，然后赶紧回家。房东婆婆看到他提着2袋词典回来，也很惊讶，都这么多词典了，还要编一本。编写词典的过程单调又呆板，但一丝不苟是必须的。小光他们先收集词汇，再筛选例句卡片，随后撰写词语解释，排版和校对没问题后才能印刷出售。乍一听挺简单，到达100万个以上时，词典部所有人都快撑不住了。最先撑不住的是坐在小光对面的希望，他不知道这种枯燥的日子何时才会结束。荒木在一旁笑了笑，拿起一本绿皮旧词典说，这书从策划到出版花了7年，最有名的大词林耗费了整整28年。他们正在编纂的这本《大渡海》，将来可是要超越市面上其他词典的。西刚听完荒木的励志话语依旧不为所动，但对面的阿光却突然兴奋了起来。小光接手词典工作没多久，荒木便提出辞职。为照顾生病的妻子，他难以分心。欢送会上，佐佐木小姐代表词典部献花给荒木，举杯时大家笑意盈盈，唯有角落里的主编神情黯然。小光记得松本老师那句话，荒木的离职对他来说像失去一半身体。编纂词典的过程并不如想象中顺利，尽管大家已经倾尽全力，但进度仍然非常缓慢。高强度日夜颠倒的工作让小光开始神经衰弱，半夜常常会被惊醒。看出小光没什么精神，房东婆婆邀她晚上一起吃饭。婆婆问她是不是准备放弃，小光坚定地摇了摇头。她已经决定要把一生奉献给词典，但这种事毕竟一个人做不了。竹婆婆让她放心，多和同事好好交流，自然会有默契。年轻轻就找到了毕生的事业。竹婆婆的话，小光一直记在心里，所以只要有机会，她就缠着西刚聊。结果话没说几句就被西刚嫌弃话多，可小光却乐在其中。他发现和不同的人每次交流都有新发现。忙到深夜的小光被猫叫声惊醒，他开窗却没看见小虎，于是循着叫声上到阁楼。当他推开阳台门时，吃了一惊，一个笑容甜美的女孩抱着小虎向他问好，微风轻轻撩动他的发丝，月光如雪洒在他身上。这一刻，小光脑海中涌现种种美好词汇，但无论再怎么努力还是说不出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静静的夜里只有虫子的叫声，猫咪在脚下喵喵叫，还有它砰砰的心跳声。从这一天起，小光时常精神恍惚。最早发现他不对劲的人是西刚，接着是佐佐木小姐，到后来连主编松本也开始注意到。27岁的香香是竹婆婆的孙女，
为了照顾老人，专门从京都搬来同住，现在在一家寿司店当厨师。松本笑着说：“喜欢一个人是掩饰不住的，既然这样，才有恋慕这个词。示意由小光来编写吧。”话刚说完，佐佐木小姐就告诉他，寿司店位已经预约好了。晚上，他们见到了小香穿厨师服，举止得体，很有礼貌。松本笑着说：“小光碰到了个好女孩。”但西刚却质疑香小姐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没男朋友呢？西刚无心的一句话，却让小光心里波涛汹涌，难以平静。回家后，他试图用加班麻痹自己，可平时简单的词语解释，今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心情复杂的他去厨房接水，一开门却看到小香在磨刀。“你没事吧，小光？”第二天回来工作的他依旧心不在焉。西刚说：“既然这么喜欢，就勇敢表白吧。”旁边的佐佐木小姐也劝他写情书。于是一个周日早上，小光静心端坐，开始写信。才写了个开头，竹婆婆敲门进来，笑着说小香做了一份炖菜，想请她帮忙尝尝味道。小光立刻夹起一块送进嘴里，接着是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，清爽软糯的口感让他完全控制不住，真好吃。这时竹婆婆突然提到，小香不是要买东西吗？不如让小光陪她一起去吧，这书呆子也该透透气了。于是两人就一起去了河宇桥的厨具店。小香耐心地给他介绍了各种菜刀的种类，切鳗鱼要用初刃菜刀，切硬骨头得用后刃尖菜刀，还有专门切生鱼片的柳刃刀呢。聊着聊着，小香转而开始说起菜刀的锻造方法和材料，小光就在旁边拿出笔记本，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。回去时，小香突然停下脚步，然后拉着他去了旁边的游乐园。摩天轮上，两人默不作声。小香突然问他，女生做厨师是不是挺奇怪的？小光下意识地否认了。他犹豫了一会儿，认真对小香说他真的喜欢她做的菜。周一上班，西刚就狠狠批评了小光，对一个厨师说喜欢他的菜，不就相当于表白吗？要是不赶紧表白的话，西刚觉得他这辈子都单身了。西刚越说越离谱，小光听得越来越害怕。于是晚上趁帮小香试魔芋喂食，他鼓起勇气递上了那封情书。经过一天的长时间煎熬，小光终于等到了下班回来的小香，但他脸色不好。他问小光，信写那么严谨，究竟是怕他看懂吗？小光赶紧说要拿回去重写，然而姑娘说她已经看过了，因为看不懂，所以下班后叫寿司店的大厨帮忙看着。那一刻尴尬极了，小香一想到现在还脸红。这时他慢慢蹲下来，看着小光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要听他说出来。听到这句话的小光慌了，下意识想跑回屋查词典。他最后坐端正，很认真地对他说出了心里话：“我喜欢你。”就在这时，一直困扰着小光的恋慕示意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词典的编写工作仍在进行，只是编纂的过程非常艰辛。他们的词典部经历了种种难关，最严峻的一次是大渡海的页数几乎被砍掉一半。面对电子词典的兴起和纸质词典的危机，玄武书房的社长选择了壮士断腕，想通过减少页数来减少已固定的亏损。幸好有小光和西刚的坚持不懈，终于说服了社长保留原定的词汇量，但条件是他们中必须有一个人调到宣传部帮公司赚钱。最终西刚主动选择了离开。相处了这么多天，他了解小光和曾经的荒木一模一样，已经把大渡海视为彼，有些事情比生命更重要。看着西刚在夕阳下离去的背影，小光肩上的担子又加重了一些。时光如流水，转眼12年过去了，小光已经是词典部的主任，不但和小香结婚了，还继承了竹婆婆的老房子。唯一不变的是大渡海还在编纂，现在他们已经进行到校对阶段，进展缓慢，主要是缺人。自从西刚调走后，词典部一直没有新人，直到今天一个叫岸边的女孩被介绍过来，情况才有所改观。晚上词典部为她办了欢迎会，让小光惊讶的是荒木也来了。自从夫人去世后，他一直无所牵挂。在主编松本的劝说下，荒木决定以特约顾问的身份回来。随着新成员加入，大渡海的编纂速度明显加快，很快完成了第3次校对。在编纂词典时，也对旧词义进行了维护。最难的就是接受新词，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每天我们都会在办公室统一汇总新词，松本老师还会带小光去学校旁边的汉堡店吃东西。年轻人新词汇总是引领潮流。4审时小光申请增援，最后公司同意招聘一些大学生来这儿兼职助理。词典部的小小办公室也难得热闹了一次。随着大渡海出版日期敲定，
小光和松本的心一直悬着，心里总算轻松了些，但意外总在大家最放松的时候出现。2名大学生校对时，发现热血这个词漏掉了，而且从初校到3校都没有收录。发现问题后，小光立即站出来承担责任，并让大家停下手上所有工作，重新进行4校检查还有没有漏的词。结果赶不上3月份的出版了，但小光坚持这么做，他们绝不能出版一本可能有错的词典。感受到小光坚定的决心，大学生们充满热情地跟他一起住进词典部，开始通宵校对，累了就睡在过道，醒来接着干活。艰苦的校对环境反而激发了大家前所未有的团结信念，亲自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。这天大家的目光都聚集过来，随着最后一个词语被填上，大渡海的内容终于完满无缺。听到完成那刻，现场的人都热泪盈眶，笑着鼓掌。第二天早上，荒木和小光去探望在家休养的主编松本，那时他们才知道松本老师得了食道癌，现在已经到晚期了。回家的电车上，小光对荒木说想再加快进度，荒木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很快在小光昼夜不停的加班下，大渡海的5校也完成了。由于提前选好印刷厂和纸张样式，初稿的印刷非常顺利。可当小光带着温度的大渡海初稿来到医院时，松本老师已经去世了。参加完他的葬礼，回到家那晚，妻子煮了一碗仰麦面，吃着吃着，小光泪眼汪汪。在西冈的努力宣传下，发布会很成功。这部历时15年编纂，凝聚词典团队众人心血的大渡海终问世。他们是一群太过认真到每个字都反复推敲。他们是一群严谨的人，15年如一日，只为编辑一部纸质词典。发布会快结束时，小光走到一个小角落，那里放着松本老师的照片。这时荒木也走了过来，递给他一封松本老师临终前写的信。松本写信感谢能与他俩一起编纂词典的机会，他对荒木和小光充满了感激。小光读完信后，抬起头环视四周，他看到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笑着。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昔日词典部门的合照上，恍惚间，小光仿佛回到了多年以前。那天晚上，词典项目刚立项，松本老师虽然喝醉了，但语气依然坚定地对他们说，解释大渡海这个名字的含义，给想要跨越大海去结交朋友的人们的一本词典。这就是大渡海。你还记得第一次离开妈妈10几岁吗？因为考上了外地的高中，他终于得和多年相依为命的妈妈分开了。出发前，母子俩在车站前并排而坐，妈妈让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车票，打趣地说如果去了新学校，现在没人叫他起床了。小雅嘴硬说自己会早起读书。红白相间的火车慢慢进站，妈妈依依不舍地望着小雅，含着眼泪走进了车厢。随着火车启动的声音，妈妈的身影也在视线中渐行渐远，直到完全看不见妈妈，小雅才打开手边的便当。这时看到便当底下有一封信，小雅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堆厚厚的钞票，还有一封妈妈亲手写的信，信纸满满都是对儿子的鼓励，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辛苦。小雅泪眼模糊，她回忆起小时候跟妈妈外出，一到地方就闹着要回家。当时妈妈身边的男人在她前面的游戏机里投入了1枚硬币，她的目光就没移开过，甚至连妈妈说要出去一会儿回来，她都没听见。赛车游戏很快就结束了，小雅站起来四处看，却不见妈妈的身影。她有些害怕地冲上2楼，可怎么找也找不到妈妈。以前爸爸整天酗酒，偶尔发疯，受不了的妈妈最终带他搬到外婆家。小雅很担心妈妈也会离开，像离开爸爸那样离开自己。绕了一圈后，她又回到刚才的大厅，发现妈妈已经坐在那里了。妈妈！小雅喊了一声，就飞奔过去抱住了她。妈妈轻轻摸着她的头，柔声说了一句，我们回家吧。晚上妈妈问小雅还喜不喜欢爸爸，小雅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妈妈听完后继续忙碌着手里的腌咸菜。自从那天之后，她再也没见过那个给她投硬币的男人。摇晃的车厢把小雅从回忆中拉回现实，她擦干眼泪，发誓一定要用好成绩报答妈妈。然而一进学校，这个想法就被抛在脑后。高中3年，小雅完全松懈了，旷课睡觉变成了常事。她无心学习，甚至每周都向女生表白。要是非要让她说这3年收获了些啥，小雅觉得可能就是宿舍里那几桶烟头吧。复读了1年后，她被东京一所差劲的大学录取了。出发前一晚，妈妈给她做了一桌子好菜，丰盛到让小雅差点以为是过年呢。妈妈还是那么温柔，笑着不停给她夹菜。
说以后在大学那边吃不到这么好了。小雅哽咽的点头，这次她发誓要努力读书，出人头地。但大学生活就像温水煮青蛙，舒适的环境让小雅彻底迷失。大学4年间，妈妈会定期给她寄钱，这些钱全都变成了抽不完的烟，喝不完的酒，打不尽的麻将和玩不尽的弹珠。快要毕业时，她终于鼓起勇气给妈妈打电话，说自己大学4年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可能毕不了业。听后，这个乡下女人满脸茫然，嘴里却不停地安慰儿子再努努力。小雅说了句对不起就挂了电话。第二天一大早还在睡觉时，她被电话铃声吵醒了。电话里妈妈说自己决定开饭店，希望小雅能再复读1年，钱的事你别担心。小雅敷衍说没事，好在熟能生巧，靠老妈不断寄钱，她第2年终于顺利毕业。就算她拿到了这张文凭，没学到什么知识的她依旧难找工作。为了交房租，她只能向黑公司借钱。小雅觉得自己的日子像失去了弹性的弹簧，松松一点也不紧张。乡下的妈妈却全然不知她的境况，虽然每天辛苦工作，但一看到墙上那张儿子的毕业证书，她就充满了动力，像一个永不停转的机器。突然电话铃声响起，原来是儿子打电话要钱。妈妈说已寄过去了，刚好小雅的外婆住院了，她怕儿子没钱坐车，就提前把新干线的钱转给她。小雅听完发呆地应了一声，然后转身回到麻将桌前。就在她打球的时候，眼泪突然止不住地流。恍惚间，她好像看见了童年的自己。你来东京是要做什么？胡牌了。维米的目光依旧存在。小雅外婆过世时，她没回去，因为那几天她没钱付租金，被房东赶了出去。她拖着行李在街上游荡，最后实在撑不住，拨通了妈妈店里的电话。结果接电话的是一位阿姨，阿姨说她妈妈得了癌症住院了，现在连话都说不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雅愣了一下，然后马上联系到了住院的妈妈。可妈妈第一句话却是让她别担心，只是个普通的甲状腺癌而已，以后自己用点药就行。好在还能继续说话。妈妈沙哑的笑声让她瞬间清醒。从那天起，小雅开始认真生活。她和画室的朋友合租了个小房间，凭借从小坚持的画画本领，小雅开始画颜色漫画，晚上就去广播电台当起了颜色节字的主持人，空余时间就写稿投稿，只要能赚钱的活，小雅都会像狗嗅到屎一样扑上去。这次她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。不久后，乡下的妈妈收到了从东京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一本署着小雅名字的书。妈妈连书都还没看，就打电话给儿子，笑着说看到小雅现在这样拼，她真的很开心。得知妈妈关了饭店，回到外婆家养病时，小雅心头一紧，但妈妈要她专心工作，别担心，声带的癌细胞还能治疗控制。挂电话前，妈妈感谢小雅，说收到她的书后，整个人精神好多了。这一段时间努力工作后，小雅终于还清了所有外债。室友拉她去酒吧庆祝。就在这一天，小雅遇见一个女孩，虽然女孩长相普通，但相处起来让小雅感觉温暖。凭借学生时代积累的追女失败经验，她迅速和惠子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在惠子的鼓励下，小雅决定接妈妈来东京生活。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年，妈妈总是在电话里反复确认，即使得到了儿子的肯定回答，她仍然不放心的又打了个电话过去。这个农村女人知道儿子在大城市生活不易，害怕自己的到来会给他添麻烦。最终在小雅坚决的邀请下，她1步3回头的登上了去东京的电车。在车站的长椅上，小雅看到了久未谋面的妈妈，她苍老的面容让她眼睛有些酸涩。住在杂乱的东京，晚上小雅邀请朋友们来家里，郑重介绍自己的妈妈。看到儿子在大城市有这么多朋友，妈妈非常高兴，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吃饭时，小雅问妈妈是不是快没钱了，妈妈点点头说用的差不多了。她疑惑地问不是有养老金吗？可是妈妈却说那是递到一半拿不出来，后面就停止了。她这么说完擦了下嘴，然后把小雅的大学毕业证抱在怀里，自豪地说她所有的钱都花在这里了。这个时候小雅才意识到妈妈把一切都给了她。之后小雅开车带着妈妈跑遍了东京的每个角落，最后车子停在了美丽的东京塔下。小雅说自己来东京这么久也没上去过，等以后有机会一定带妈妈一起去看看。妈妈开心的点点头，拉着旁边惠子的手说下次他们3人一起上去。就在小雅觉得生活正走向美好时，一切戛然而止。那段与母亲一起的快乐时光，不过是铃铛滚下坡时的一阵响声罢了。
几年后，妈妈的癌症复发住院了，因为年龄太大，不能做手术，医生建议用化疗方式治疗，但妈妈开始担心手术费太贵。旁边的惠子见状，赶紧和小雅一同劝她：“老妈，加油哦！好吧，那我试试加油。”第一次化疗还算顺利，医生开了一些药，让妈妈在家观察。开始一切顺利，但时间一长，妈妈说最近吃东西感觉不对劲，昨天吃完还吐了，会不会是癌细胞扩散到胃部呢？小雅听后烦躁地说：“别多疑了，哪有那么多癌细胞？”话虽如此，第二天她还是推掉工作，带着妈妈去医院拍了片。医生说病灶扩散的厉害，这一句话却沉重地压在小雅心上。住院前一天，妈妈给了她一个木盒子，嘱咐等她走后再打开。或许她已经预感到结果。去医院的路上，小雅牵起妈妈的手，这是她第一次牵妈妈过马路。她突然想起小时候妈妈也是这么牵着妈妈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，如今轮到她来牵妈妈的手，陪她走完剩下的这段旅程。住院时爸爸来看过妈妈，还带她去了医院的小卖部。爸爸恨不得把所有东西给妈妈买下来，可妈妈却偷偷把拿的东西又放了回去。远远看到的小雅笑了，多年的冷战夫妇今天终于和好了。第二天，爸爸就回了乡下老家，妈妈也正式开始治疗。化疗的痛苦远超小雅想象，看到妈妈在病床上痛苦地蜷缩着，小雅心如刀绞。她多么希望自己能替妈妈承受这种痛苦，但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妈妈从未说过要放弃，但随着治疗深入，她的呻吟越来越频繁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去洗手间洗脸平复情绪，抬头时在镜子里见到了小时候的自己，是大人就该有大人的样子。终于在一次化疗后，妈妈痛苦地蜷缩在小雅怀里，颤抖着说她不想继续了。小雅轻拍着她说：“那就停下来吧。”她和医生说她想停掉化疗，医生告诉她如果不继续治疗，病人只剩2个月的时间了。小雅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她实在不愿妈妈再受化疗的折磨了。化疗停了后，妈妈好像恢复了些精神，老家的阿姨们一起过来东京探望，和妈妈聊老家的琐事。这是妈妈住院后第一次见她笑得那么开心自然，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。晚上，小雅接到妈妈呕吐昏迷的电话，她飞奔赶到病房，看着床上妈妈虚弱的样子，小雅心疼得默默流泪。窗外悄然下起了雪，愚人节这天，东京居然飘起了细雪。小雅觉得自己已经分不清真假了。从那天起，她就搬了张床住进医院，只是为了全天陪伴妈妈。我东京的朋友们常来看望，爸爸也再次赶回城里。妈妈在温暖的气氛中特别高兴。晚上，小雅去广播电台上班，爸爸在病房沙发上打盹。这时，妈妈忽然叫醒了他，然后指了指桌上的收音机。爸爸疑惑地把收音机拿到床边，看到收音机上贴着小雅的广播节目时间表。原来妈妈一直都了解，小雅在电台主持颜色节目，她从不在意儿子的工作，只要每天能听到儿子的声音，作为母亲的她就很满足。不久后的某个晚上，母亲还是撑不住了，带着对儿子的思念，这个乡下女人慢慢闭上了眼睛。葬礼前一晚，家里来了很多人，小雅让大家说话大声点，一定要让楼上的妈妈听见。妈妈生前喜欢热闹。这时，出版社打来催稿电话，小雅生气地骂了主编几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到妈妈身边。刚坐下，就听到旁边传来一个声音。她一转头，发现妈妈变成了年轻时的模样。妈妈认真地对小雅说：“工作的事情不能拖延，看到你工作我就特别开心，让我看看你的成果吧。”妈妈的话给了小雅无限动力，她很快完成了稿子和插画，然后靠在妈妈身边休息。这时，惠子突然走到门口，告诉她前阵子老妈和她聊起第1年来东京的时光。小雅带她四处游玩，那1年对她来说就像儿子尽了一生的孝。小雅听后沉默了。葬礼当天早上，父子俩对着镜子整理衣服。爸爸对小雅说：“你来致辞吧。”小雅没有拒绝，但当她拿起母亲灵牌时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最后，旁边的爸爸上前帮她完成了行礼。那一天是小雅第一次看到老爸哭。老爸回去后，小雅打开了妈妈留给她的盒子，里面有她的脐带和一张妈妈抱着她的旧照片。照片中的妈妈身形瘦弱，却笑容灿烂，满眼慈爱。这时，一个粉色的笔记本吸引了小雅的注意，她打开来看，里面全是妈妈对她说的话。妈妈的婚姻不太顺利，再见，小雅。小雅读着读着，泪水不自觉地滑落。妈妈去世后，她一直压抑的悲伤，在看到妈妈遗言时，
情绪忍不住崩溃。几天后，小雅带着妈妈的灵牌，和惠子一起登上东京塔的顶层。多年前答应妈妈3人一起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想来这看风景的愿望